朋友们，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每个人呢都会或多或少的活在压力之下。这些压力呢，有的来自家庭，比如感情生活的不顺遂，孩子学习成绩的下降；有的呢来自事业，比如降薪了，或失业了找不到工作。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些困境。那么，作为一名修行人，该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呢？首先，当提到压力时，你想到的是什么？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事情，比如应对一项艰难的挑战，遭遇难以解决的问题，直面突如其来的意外，陷入需要消耗大量精力的境况。但其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非常细小的事情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压力源。比如什么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是一个不喜欢出风头的人，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任务，要在整个部门面前做汇报。再比如你正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但主管突然打断你，要求你先完成他这边的一个紧急事项。或是你对接的客户很难沟通，老是翻来覆去地问你一些重复的问题，让你看到就心烦。甚至是你和朋友聊天，因为一个小小的分歧而不欢而散，产生了一个微小的矛盾。我们很少会把这些事情称为压力，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似乎司空见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会碰到。如果这也叫做压力，那是不是显得自己有点脆弱了，有点无病呻吟？但实际上，当你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时，当你生活的稳定状态被外在的事物干扰时，这就形成了一种压力，它会对你造成情绪劳损，消耗你的心神能量，让你产生负面感受，无论它多么细微。这种负面感受单独来看可能无足轻重，但一旦它们累积起来，就会耗尽我们的能量，让我们感到身心俱疲，就像一颗沉重的砝码压在你的心上，让你疲于奔命。发现没有？让你身心俱疲的其实并不是压力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负面感受的累积。虽然在今天的社会里，几乎人人都认为是压力让我们心情糟糕、脾气暴躁、悲观厌世、家庭不和睦、人际关系恶劣。以上这些，让我们把它看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是我却想告诉你，这一切皆为众生的颠倒梦想。只要你把颠倒的重新再正过来，那么压力就不仅不会伤害你，反而它还会帮助你活得更好、更健康。之所以你感觉自己快要崩溃，感觉身体就要垮掉，是因为你头脑里错乱的思维反应模式，或者说你的信念系统出了问题，是你看待压力的方式。你给压力下的定义正在真正的影响着你。折磨你的并不是压力本身，而是你针对它的起心动念。我不妨再告诉你一个不可思议的真相，那就是如果你认为压力有害身体健康，那它就有害；如果你认为它对身体没有影响，那它就真的没有影响。是不是觉得我的话很反常识、反认知呢？先别着急，接下来我就从最本源的地方入手，去帮你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带你一起了解真相，参透什么叫做境随心转，把你生活中的压力从敌人变成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健康心理学很权威的专家呢，做了一个实验。他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跟踪了3万多个成年人。结果他发现，在最近1年内遭受着巨大压力的人呢，死亡的风险比相对没有什么压力的人增加了45%。但是这并不是重点，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组数据仅仅是针对于那些承受着巨大压力，
并且同时认为压力是有害健康的人，如果单独再去统计另外那些虽然承受着同样巨大的压力，但是却并不觉得压力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威胁和影响的人，结果却令人十分的震惊。在这些人当中，死亡的风险不仅没有增高，却反而比没有什么压力的人还要低。这个颠覆性的结果让这位专家呢顿时傻眼，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和其他的专家一样，在不停致力于向大家灌输着压力严重危害身心健康的观念。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经过后续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呢，他终于发现了真相。举个例子，比如你突然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好几台摄像机正对着你，镁光灯也打向你，台下坐着上千名对你评头论足的观众，然后你被告知现在立刻要做一个演讲。相信此时此刻的你肯定会骤然面对巨大的压力，你很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手心冒汗、呼吸急促等等的身体反应。相信这种感觉大家都似曾相识，对不对？好，除了这些特殊的场景和情况以外，负债、事业的阻碍和下滑，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感情生活的不顺遂，创业的艰辛，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它们也都会让我们无时无刻地处在压力之下，让我们的身体也同样正在产生着以上的这些相同的反应。不可否认，在压力之下所产生的这些身体反应呢，的的确确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伤害。比如长此以往，就会让你更加容易患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等多种严重的疾病。但是重点来了，事实上，藏在这一切表象背后的真实发生呢，大家并没有看到。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你的身体产生如此的反应呢？大家肯定会说，当然是压力了。错了，你依然没有看到本质。我曾经一遍一遍地反复强调，一切因果皆在你的一念之间。你任何的情绪都是在身体内流动的能量，就是这些负面的能量让你有了身体的具体感受，而情绪的背后，或者说情绪的缘起，就是你的这些起心动念。所以压力之所以能产生身体的反应，最终导致你健康受损、行为失控，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本质呢，其实是你的起心动念转化为了与之同频的负面能量，然后这些负面能量又开始在你的身体内流动，比如焦虑、痛苦、烦躁、不安、恐慌等等，就是它们让你的心脏跳动、血液的流动、血管的收缩与扩张、新陈代谢的变化、免疫力的强弱、神经的兴奋与放松等等，通通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就是影响你健康、影响你生命状态、影响你最终寿命的最真实的发生。所以念起，然后产生与之同频的情绪，最终影响你的命运。这也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好，回到今天的主题，我说这些其实就是想要告诉你，压力并不是你要瞄准的对象，你的负面情绪也不是，当然你的那些身体反应更不是，这些都是表象，或者说都是已经发生的结果。如果你总是围绕着这些结果去下功夫，那注定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家有没有发现，几乎我所有的内容都在把矛头引向我们的起心动念之处，把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指向了我们错乱的思维反应模式，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真正的业力功课，此处才是我们真正要去修行的地方。我们再次重新回到那位教授的后续研究，看看他后来的研究结果能不能佐证我们所说的话。这位教授在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科学测量和观察之后，也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假如你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但是你本身并不觉得这个巨大的压力是有害的，是负面的。你对压力所产生的这些生理现象、躯体反应也是全盘的允许和接纳，并且你认为它们是对你有益的，是来帮助你的。比如你不会觉得这些躯体反应会影响你的健康，会让你的免疫力降低，会让你更容易得病。正相反，你真诚地把它们当作是你身体充满活力、精神充沛的象征，把它们当作是你进入了战斗状态，准备迎接挑战的一种变身和升级。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此时尽管你的心跳依然会加速，但是观测显示，这竟然和你在运动时候的心跳加速发生了奇妙的吻合。尽管你的血液流动依然会加快，但是你的血管却是放松的。尽管你的心脏依然会强力的收缩，但是你的心血管系统却是非常健康的。尽管你在出汗，但是你的代谢和排毒也正在加快。这一切看来仿佛就是你正在进行着某种积极的运动或者保养。你微微的兴奋，你鼓足了勇气，你充满了希望。原来正是这种不同的看待压力、看待情绪、看待躯体反应的思维模式，竟然就直接导致了你的生理系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化学反应。一个真实的结果就是，那些认为压力有害、情绪有害、身体反应有害的大部分的人，有很多在压力之下不到50岁就患上了各种疾病。而那些认为压力没有害，真诚地接纳压力的到来，并且还会把压力视为一种积极的挑战，视为一种可以帮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的工具的人，不仅他们的身体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在他们的体内还发现了很多的催产素。催产素也叫做拥抱激素。这种神奇的激素会帮助你的心脏和血管保持健康和松弛，帮助你的心脏细胞迅速地恢复再生，甚至还会帮助你克服羞涩感，给你力量。由于这些人的信念模式不同，他们反而在压力之下变得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了，可能活到90岁还都活蹦乱跳呢。我记得我不止一次说过，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有问题，然后你在此之上又产生出了一系列错乱的思维模式，而他们又成为了你的信念系统，成为了你最终的命运。我身边经常会有人提问，我压力很大怎么办？我自卑怎么办？我社恐怎么办？我有强迫性思维怎么办？我有抑郁症怎么办？等等等等。我想对这些朋友们说，不要去对抗这些先天亦或者后天原生家庭所给你铸就的基因记忆，放下你在长久的社会舆论和信息浸染中对他们所形成的那些固有的负面定义。你要做的是把它们当作你今生的业力功课，你此生的使命和意义就是要去化解掉这些负面能量，彻底的从这些头脑的自动化反应模式当中剥离出来。而这一切就要先从接纳它们的存在，允许它们的发生开始做起。这就是真正的转念，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你通过今天的内容可以获得一些关于生命真相的顿悟，最终可以让自己的命运轨迹和内在能量场域发生神奇的转化。我们下期再见。